您刚那一整段的含金量太高我们听众要听10遍，可以免费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太幸运了。大家好，我是 Richard 陈宗贤，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收听收看我们经营难不难 Podcast 的时间。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支持跟收听收看，也帮我们做一些的推广跟介绍。所以呢，同样的为了增加各位的 benefit， 我今天还是一样请到我们营运部的 Claire 经理呢，跟我一起来进行这个时间。欢迎 Claire。 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Claire。 教授您常说，我记得你已经不知道说过 N 百年了，就是制造业要代工，要做品牌，代工没有未来。但我觉得做品牌这件事情对制造业的朋友来说真的好抽象啊！哎呦，我就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做品牌？这是不是一个很花钱的事情，看不到效益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川普上任以来，其实我们发现他的关税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对我们的中小企业，尤其是这个比较中小型的这个代工制造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中部像是这个金属机械、工具机这些传统制造业，毛利本来就已经很少了，然后关税一下来，它现在毫无竞争力可言。所以很多选择我要开始放无薪假，我要减班，甚至呢有一些干脆就在思考，我是不是干脆就收掉算了，把我的资产卖一卖，我可以拿一笔钱回来。我觉得蛮遗憾的，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要借您来跟我们的听众再来谈一下做品牌这件事情，尤其是对于制造端、代工端的朋友们。当然制造业是国家的国力嘛，所以川普我相信他希望美国再次伟大，他要制造业回去，一定他也知道制造业是国家的根基。以这个来说，当然台积电是最好的案例，它不仅有制造能力、设计能力，而且它又是一个国际的知名品牌。请您第一个先跟我们所有制造业朋友再呼吁一下，为什么您一直讲代工制造业要做品牌？什么是做品牌？这个就得从台湾有经济奇迹开始来谈起，因为如果从现在谈，大家不晓得为什么，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以前可以活得很好，现在就活得比较辛苦。我从1980年代就一直大声疾呼，包括我自己主持的企业，从做代工在我手上转成为变成品牌商，缘由是这样来的。台湾从1966年有加工出口区开始创出来代工奇迹，所以记住啊，台湾的第一次经济奇迹是代工创造出来奇迹。1966到1990那个时候，台湾是世界的生产基地。记住，代工就会变成生产基地，不是以为只有台湾才是这样的。在1966年以前，1970年以前，日本是全世界的生产基地。所以呢，我上课常常跟大家分享经济板块的移动。二次大战以后，第一面经济板块呢是1950年日本崛起，所以日本是二次战后复苏非常快的战败国。日本、德国都是战后复苏上来的。那德国没有经济奇迹，德国是因为马歇尔计划让德国经济得以重振。可是日本不是哦，日本是在麦克阿瑟主政的时候，那再加上1950年代，现在金小胖的阿公金日成发动韩战，日本跟韩国很接近，所以呢，日本很自然就变成韩战整个战场的后勤补给阵。那补给重镇的时候呢，就变成所有的民生工业、军火工业，所有的重工全部都快速的运转，这就是日本经济奇迹的开始。那日本整个经济变成世界工厂，经济发展上来之后，所得就提升了嘛，所得提升嘛，当然成本就垫高了，成本一垫高，就会变成在他们国内做划不来。所以日本在1980年代就开始思考怎么办，结果他往南看，台湾有一个绰号叫不成的航空母舰，这是2个人讲的，一个是日本人讲，他是从产业经济角度上谈，第二个讲这一句话的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是从军事的观点来看。那台湾确实是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中枢地位，所以这个是各位要熟悉要了解的。美国没有跟我们邦交，他为什么要对台湾这么重视？因为台湾这个点太重要了。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从台湾以航程3个小时的这个航空航程的路线来看，北到东京，南到新加坡，西到重庆跟这个成都，你看这个辐射的半径的范围这么的大，所以台湾的中枢地位，这是从军事观点看。那我们再回来从产业观点来看，日本它劳动成本垫高了，他发现这样不行，做我成本垫高没有人要买，而且韩战又结束了嘛，所以他就开始把很多的这个我们俗称的基础工作，这个是现在的代工，就移转到台湾来。所以台湾从1966开始，再加上因为日本把订单移转过来，
第二个，台湾建了全世界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就是高雄加工出口区，这是现在的用词，中国的用词叫做经济特区。可以这么讲，台湾高雄是第一个全世界的经济特区。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台湾的代工基础就翻转上来，翻转上来之后就变成非常快速的发展，这叫做经济奇迹的创造。也顺便跟各位稍微花点时间说明，经济奇迹的创造不是只有日本把订单移到台湾来让台湾代工，而是当时我非常推崇蒋经国总统，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他推动10大建设。各位可能不清楚，当时的监察院跟立法委员弹劾他，他是少主还敢弹劾他，为什么？跟那些老家伙的脑袋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坚持推10大建设。那身边有4大金刚帮助他，当过经济部长跟中钢的董事长的赵耀东，第二个李国鼎是经济部长，第三个孙运璇当过台电的总经理，后来当经济部长、交通部长，再来当到行政院长。另外一个是金融的尹仲荣先生。所以这4大金刚帮了蒋经国把台湾的经济开始搞起来，这个就是创造第一次经济奇迹的基础。那基础之后呢，到了1990呢，台湾世界生产基地非常盛行啊，所有的订单接不完，真的非常发达。可是这个时候所得就提升了，所得提升，劳动成本就提升了，台湾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没了。这个时候要往哪边移？各位可能不知道，那个1980年代是往南移，叫做南进。南进一段时间之后，1990两岸融冰，所以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发现，我南进到南边去，虽然工资便宜，可是语言不通；可是西进语言通，同文同种，语言通，所以一股脑的全部由南转西。这就是1990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开始。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中国有今天的不管军事啦、科技啦、生产啦，包括到各种的产业啦、民生产业，全部都横行全世界的原因在这里，是台商带着人、带着技术、带着金钱进到中国去。当然中国本身也有好的条件，台湾出了蒋经国，中国出了邓小平。邓小平走资化，从1980开始改革开放，所以中国开始进入到快速上来的阶段。正好台湾工资垫是高了，所以就把很多的订单转到中国去，不是只有转中国，连台湾的工厂也自己的整个复制到中国去了。台湾非常多的代工产业在中国扎根，包括今天大家台面上都知道的鸿海富士康，对不对？其实不是只有鸿海富士康了，各位只要讲得出名称的大公司，没有一家没去了，通通都去。包括我主持的企业也通通都去，那是什么？时势所趋嘛，不得不去。可是呢，2009年之后，中国正式宣告放弃世界工厂地位，所以中国现在经济开始崩盘，就是从2010年开始。所以我先跟各位谈这个经济板块的移动。经济板块移动就会关系到什么？为什么大家经济会快速上来？通通都源自于代工。因为我没有销售能力，可是我的劳动力便宜又勤劳，所以呢，只要我有单，我就拼命做，然后便宜，大家都把订单转给我。这个就是代工的开始。代工会不会让我们赚钱？会，绝对让我们赚到钱。可是各位，台湾的代工优势在1990就消失了。可能各位说，那为什么台湾的经济还是这么的不错？记住，90后台湾不是靠代工，台湾是靠电脑产业上来的。所以电脑产业让台湾创造第2次经济奇迹。从1990到2015，电脑产业创造第2次经济奇迹。所以各位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清楚知道，今天全世界的 PC， 包括桌上型电脑 notebook 或者是 monitor， 或者是周边的电脑滑鼠的 keyboard 的，跟各位报告，台湾的全球占有率超过80%。再来呢，伺服器我们俗称主机，现在主机的普及率，全世界台湾市占率超过90%。AI 等级的伺服器，全世界超过93%，控制在台湾3个集团手上。鸿海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你看从90年开始，所有的 PC 全世界全部都掌控在台湾手上。你看从民生用品的电脑到一般的电脑，一般最低阶的电脑到高阶的工业电脑、医疗电脑、科技电脑，全部都是台湾在做。各位想想看，这就是台湾的第2次经济奇迹。到了2015年之后，台湾本来就 PC 一直维持了嘛，那看起来就已经停滞了，这个高原期出现了，结果没料到电子零组件产业、半导体、AI 让台湾创造第3次经济奇迹。所以顺口溜是这样讲的：第1次经济奇迹1966到1990，台湾钱淹脚环；第2次经济奇迹1990到2015，台湾钱淹大腿。你看从脚环到大腿就很有钱了哦。然后现在呢，台湾的钱淹肚子。所以台湾现在正如克里尔刚刚讲的，传统产业被川普这么一打，受伤很重。可是台湾的 GDP 成长
我们8月份的 GDP 竟然成长8%，吓死人。各位知不知道9月份我们的出口成长多少？ 33.6%。传统产业傻眼了，我都在放无薪假了，怎么可能？都是半导体跟 AI 嘛，跟资通讯产业创造出来的嘛。所以台湾会变成这么样的一个形态，但是传统产业就在这个过程上开始出现重整。所谓的重整就是不管你是做重工的啦，或者是做轻工的啦，反正你只要跟机械跟电机相关的，你代工的假设能够搭到半导体或 AI 或 PC 的边，你还可以活。可如果没有，像工具机啦、脚踏车啦、水五金啦，最近凄惨无比，因为它没办法跟资通讯产业挂钩嘛，所以它就变成一直脱离。那他们难道市场上不要呢？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中国东协通通都能做了，而且价格比台湾便宜。请问你的竞争力在哪里？过去台湾这些传统产业都还可以把东西卖到中国去，因为我们技术比较好。可是在座各位一定要了解，中国之所以厉害，就是第一它人多，第二劳工便宜，第三它的勤劳没有台湾这么好，可是它只要台湾的1/3就好。台湾的人勤劳，假设2300万都很勤劳，它14亿的1/3，各位想想看，14亿的1/3，就4亿多的人口很勤劳。各位，这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能小看的原因，因此它可以压低。另外一个关键，那就是美国前总统 Clinton 在2002年把中国带进 WTO， 让他享受全世界落后地区国家的最惠国待遇。意思就是说他是落后地区国家，他享受最惠国待遇，所以他卖到全世界一些国家去，关税都很便宜。这就是川普 1.0 开始打中国，现在 2.0 积极的打中国，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说你中国现在几乎掌控全世界所有的物资，你关税又这么便宜，你在大量倾销，这是不对的。先跟各位讲这个背景，再回来谈，在这个情形之下，为什么代工没有未来？因为你代工在为人作嫁啊，过去有订单可以啊，可是现在订单会移转到中国去，将来会移转到东协去，你台湾还有什么优势？没有了。可能说，可是我技术很好，那不要闭门造车，孤芳自赏。人家做久了，他技术也很好。现在中国的技术也不差各位想想看，中国的手机不错但是像我是不会用的，因为我怕后面有间谍程式把我的资料全部弄到北京去。可是至少人家手机很好我用过 OPPO， 超好用的。所以不要以为台湾有多厉害，某个层面的某些产业，台湾确实是超前很多。可是传统产业已经被中国慢慢取代掉了。我再举一个例子，纺织业，台湾当年是靠纺织的。我在1980年代做纺织业，我做成衣，专门销中南美。所以为什么我对中南美熟？我会讲一些的西班牙语，就是在专门混中南美的。可是现在成衣全部跑去中国，广州纺织重镇，浙江也是纺织重镇，那2大纺织重镇，一个针织，一个平织。所以我们就了解到，现在衣服通通都中国做的，唯一能够跟中国抗衡的是谁？在南亚的孟加拉、斯里兰卡。孟加拉、斯里兰卡大家不熟悉，可是它却是纺织大国。那中国现在因为川普关税一打，他准备把纺织重镇移到什么地方去？埃及。所以他们现在在埃及设非常庞大的造市造镇，然后把纺织变成工业区。所以中国现在帮埃及建新首都，埃及的开罗要往东移100公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些的变化情况。谈了这么多的背景，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传统的代工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优势上。台湾现在没有低工资的条件了，台湾现在的基本工资连续调现在台湾的基本工资上来了，那台湾就在今年创造我们的人均 GDP 超过日本跟韩国。可是各位你我都没感觉，我们人均 GDP 超过人家，我怎么没有感觉我那么有钱？被那一些工程师有钱把你拉上去了嘛，所以这个平均值就拉上去中位数没有那么高了，真的中位数大概在$28,000左右，中位数在这里。可是现在拉高到快要4万了嘛，那都是那些工程师拉的。OK， 所以我们要懂这一些基本的常识。最后跟大家强调提醒，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台湾已经是一个已开发国家，台湾是靠科技，台湾的劳动力成本垫高，完全没有那个条件再去做代工了，那怎么办？就必须转成为 ODM 的 OEM， 这是第一阶要转的，把接单代工转变成为我有自己的模组，然后你想要什么来看一看，我就帮你加我的模组进去，来增加你的 performance。 那这样一来，这一个客户也会觉得很满意，因为你帮我附加了我的优势嘛，这个叫 ODM 的 OEM。 谁在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老师你说不要做代工，那人家鸿海不也做吗？台积电不也做吗？我说不要紧张，静下心看，人家在玩 ODM 的 OEM。 为什么苹果没有鸿海富士康不行？因为鸿海富士康只要苹果设计出来一个原型 prototype， 它就会把它润饰到非常棒。
而且还会帮他设计改良。台积电也是啊，为什么 NVIDIA、AMD 没有办法离开台积电？台积电就是帮他 modify， 所以叫做 ODM 的 OEM。我在带的好几个公司过去了，我也是执行 ODM 的 OEM， 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在业界的前三大。当企业开始赚到钱的时候，我就会跟所有的企业提醒，这终究不是办法，终究为人做价嘛，你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当你在做 ODM 的 OEM， 虽然又提升又赚到钱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铺路来开始培养自己的 OBM， 所以一定要转 OBM， 因为 OBM 还不怕竞争， ODM、OEM 绝对怕竞争，因为人家又要杀你价钱，越杀你价钱它利润越高嘛，所以绝对被宰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上头，我们就要去了解 OBM 才是我们该走的路。这40年来我一直的主张在这里，我把整个历史的背景、产业经济的发展的背景顺便跟大家做一个整理。所以在您的观念里面，代工要做到 OBM、BE 这件事情，它具备一个什么样子的条件，或者是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我才可以说这个代工是有品牌的？比如说你东西给我代工，那我用 ODM 帮你 modify， 比你原来设计要好，可是我在 modify 过程上，我就看出这个东西不错啊，好卖啊，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就再去设计一个，用这个简单讲了，我可以告诉各位，全世界的产业经济国家都是 copy 上来的。日本第一个 copy， 台湾第二个 copy， 中国第三个 copy， 现在东协 copy 了，接着印度也会 copy， 所有的经济上来都是靠 copy 上来的。那我们去做嘛，你就创自己的品牌出来，创自己的品牌出来，赚的钱毛利率绝对比 OEM 或 ODM 要来得高。但是有趣的是，你的末端价格可能又比原来的你代工那个品牌要来得低。我举例，中国现在做出来的手机超级好用的，为什么我会去用 OPPO？ 因为在8年前 OPPO 手机拿起来，我只要不讲，大家从背面看都是跟苹果一样，它连那个组件呢都是苹果的样子，我给苹果气死了，因为这是它专利设计，它就 copy 它，因为它拿它莫可奈何。可是好用啊，价格它的一半了，功能真的是很好啊。现在华为、小米、OPPO 都已经出现折叠机了，苹果还没有，就代表人家在整个帮你代工的过程中，他去 copy 你，然后又超越你，所以这个就是重点。我们要做 OBM 是做的比原来的好，然后价格又有竞争优势，我们的毛利率又会比较高。3个要件值得去做 OBM。 功能、价格跟毛利率，您刚刚有特别提到毛利率，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就是您刚用手机做例子嘛，那比如说运动服好了，我们现在运动健身这件事情很流行，所有的衣服都已经时尚化。我以前有个朋友在那个纺织大厂工作，我后来才知道，我们那些欧美大品牌的衣服台湾制造没有错，可是他们会帮这些大品牌出设计，就是当然大品牌有他们自己的设计，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出全部的设计，所以剩下这些有一些设计其实是这些代工厂他们出设计，然后让这些品牌去挑，然后再做一些修改，变成挂这个品牌的。对，没错，这就是 ODM 的 OEM。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是这个纺织大厂，我学张教授的这个方式，我要来做一个我自己的瑜伽品牌，很现实的是，我可能功能也不差，质料也很好，价钱也不错，但消费者不买单，因为消费者要买的是那个品牌。那我觉得我们在代工的朋友比较可惜的部分是他做不出这个品牌的价值，所以您可不可以帮忙再帮他们多说明一点这个品牌价值部分？因为很多时候是二代他比如说在国外留学回来以后，他看到啊我们家这个样子不行啊，我就要开始做行销，我要开始搞品牌，结果那个一代就说你这是什么东西，我根本看不懂，你要花多少钱，要多少钱才会回本，效益是什么？可是在初期阶段二代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目标跟方向要做，可是一代很容易会把他这个想法直接扼杀掉。所以是不是可以就您的经验来跟想要做品牌的朋友们说，这个品牌到底要怎么样让它同时可以有这个价值的体 OK，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应该这么讲，你问对人，问其他的还不见得有这个实务经验。那各位都知道我是横跨学产2界的，所以整个方向跟这个规划很清楚，可是一般学者只清楚没有做过。那我是实战的，我举实例，在1989年我接一个电脑周边产品华属的公司，这个公司做代工，年营业额只有1个亿，我一接3年的时间，我帮他创了139亿。我的代工是从1个亿只做到10个亿。各位想想看，129个亿全部都是品牌。因为我们帮人家做代工，正如你刚刚在叙述纺织的例子，那个客户就只是告诉我说我的功能什么，他设计过来，我们一看，我们可以做的比你好啊，把它 modify， 或者是我提我的设计原稿让你挑，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设计好让你挑，就是我设计我会做嘛，那你设计我还不一定会做到位啊，所以用这个方式，所以再来我去帮他 modify， 那个客户就跑不掉了。当我们在做的这个同时，我们就会去看为什么他在市场上卖这么好，原来不是产品好，是品牌价值。所以我就开始决定走自己的品牌。 OK， 走自己的品牌，我在欧洲做的成功，我在日本在亚洲也做的成功，欧洲市占率 44.3%， 亚洲的市占率 37.9%， 我唯独美国做不进去，因为美国是一个品牌的世界，美国人就相信这些品牌，你东西再好是 nobody 他不相信你，那怎么办？我就买美国品牌。所以这个案子在当时 Fortune 杂志报，在1990年我花250万美金并购全世界第一家做电脑的滑鼠的公司。那公司名称很有趣，因为它第一家做电脑滑鼠，所以公司名称叫做老鼠公司，电脑滑鼠公司 Mouse System Corporation， 简称 MSC。 我就并他，当时那个老板说，我为什么要被你并？我说你没有赚钱对不对？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没赚钱？我说不要撑了，你就是没赚钱了。他说为什么你会说我没赚钱？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说你公司工厂都在 Fremont 就在矽谷里面，矽谷是旧金山附近的3个 county 组合起来的，那最有名的叫San Jose，所以大家才会说San Jose就矽谷，其实不是啦，矽谷是一个 area， 里面就有San Jose， 有 Fremont， 有 Santa Barbara， 就在这一些地方就组成一个叫做矽谷。我说你公司工厂都在矽谷，工资在美国工资超高的，你在那边做你根本就不会来，我买，我们合作，你团队一个都不能走啊，你还是经营哦，因为我需要市场嘛，只是变成拉回台湾做，我的成本你的1/3，我让你赚，我再让一半利润给你，那成本只有你的1/3，我让一半利润给你，就变成是你就多出来，从33到50了，你就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中间 margin 就跑出来了，我台湾才大赚呢。但是我就用他的品牌攻进美国的同时，我的自己的品牌搭配进去，变成附属品牌就出来，所以这叫夹带政策。当大厂代工的时候，你就用一个次品牌，我们自己创的品牌，然后用夹带政策进去，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走出利基市场。因为一个社会消费力，大品牌一定价格比较贵嘛，那我功能完全一样，效果完全一样，可是我价格稍微便宜，有些人会买单。不见得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是迷信品牌，但是有些人知道东西好，那我反正我自己用也没关系啊，但外观看起来又超类似的，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做，这个是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大家都知道，我经营过 ViewSonic， 这个我就没有抄别人品牌，我就想说 Monitor 台湾电脑是世界上赫有名的，为什么我不能卖？我们这个公司的初期，我们老板是做电子零组件的贸易公司，所以他想做这个电脑 monitor， 就看到我电脑滑鼠的成功案例，所以就找我谈，所以1995就接了这个公司。这个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告诉全世界所有的这个 dealer， 我没有给代理商，没有给总经销商，我直接跳过去2阶到 dealer 的手上。 dealer 我们称之为叫做区域经销商， dealer 的东西就放到 store 跟这个 store或者是这个量贩连锁去，dealer 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去找 dealer 跟他们谈，我说我的东西铺给你，他说你这个没有品牌啊，没有知名度啊，我说知名度是打出来的，那我可以告诉你，我给你更大的利润，你现在卖一个 A 品牌你赚多少钱？假设了赚10块美金，我说太可怜了，我让你赚20块美金。第二个，我没有让你吃货，所以这个你要用自有品牌，要用方法了，不是靠品质靠功能就可以。我说第二个重点，跟我配合你不用吃货，你现在跟 A 品牌配合，你是不是要吃货？他说对啊，你怎么都知道？我说我玩市场的，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全部都弄清楚才来跟你谈的，所以你不用吃货，你只要备3台就好，1台 demo， 2台准备交货。你这2台假设今天很幸运的都卖出去，你就没货了，对不对？没关系，我1天到货。他说你在台湾你怎么1天到货？我说我 Bounty Warehouse 在美国。所以各位听众一定要听清楚，我一直讲短链革命，其实我在1980年代就玩短链革命了，货拉到人家的门口，生意都是你的，在主客户旁边设一个组装厂，客户都是你，订单都是你的，这是我做大益科技的战略。大益科技在亚洲地区有10个厂，中国3个厂，马来西亚2个厂，越南1个厂，印尼1个厂。我们的厂都在什么地方？我的主客户就 Panasonic 跟 Sony， 他厂在比如说槟城厂，他那边我们厂就设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他讲，你不用备库存，你只要明天要生产的告诉我，下5点我货就供应给你。哪一个客户喜欢囤库存，就用这个方式，你自有品牌就出去了。所以不要去市场上跟人家硬碰硬，你的知名度打不过知名品牌了，那你就用让利给他。其实让利我们还是赚很多了。比如说 A 品牌是大品牌，他卖1000块钱，我就卖900块钱。
那功能比它好，只是没有它的知名度，没关系。然后就问经销商，那你卖1000块钱赚多少？他说赚200，我让你赚300。那你跟他配合，你是不是要吃货？他说对啊，有 MOQ 啊。我说跟我配合没有 MOQ， 我一天到货。就用一些经营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因为这样，所以 ViewSonic 变成卖世界第2贵，本来没有那么贵，就越卖越贵，因为卖得好啊，卖得好，它的知名度就出来了，那就开始把调价一直调上去。然后调价，消费者会问说啊，这个品质怎么样？日本松下代工的不好啊，大家就知道。所以再来，我使出的第3个杀手锏，只要有客户说，你的 monitor 有问题哦，我交代全世界的 dealer， 不要跟他 argue， 不要问他说我都没问题啊，为什么你使用就有问题？好像是使用者是个笨蛋一样，就绝对不要跟人家 argue， 就哎呀对不起，造成你的困扰，来我搬一台新的跟你换，就把那一台换回来我们再来检查。所以我没有生产线，可是我有一条 RMA 线在巴西，因为我主市场还是在美国啊，在巴西 RMA 线就是维修线，就只有一条线。我不是生产者，我们就问客户什么地方嘛，就贴，然后开始拆看，用 PC 板换就好了，换马上就出来之后，那一个 serial number 前面加一个 R 叫 repair， 好，这一台又回去放在那边。客户又说你们有问题啊，赶快拿一台新的去换，就这一台去换，只要编 R 的第2次再回来就报废。所以 reputation 是这样做起来的。品牌有很多操作的方法，我就举这2-3个实例提供给大家参考。您刚刚那一整段的含金量太高我们听众要听10遍，可以免费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太幸运了。 对，所以我归纳你2个路数，第一个就是我去并购一个已经有一点品牌名气的，我直接并购它。第2个就是我可能我做自有品牌，但可我打不过那个台面上那个大的，所以我就走经销，我可能走量贩，因为那个位阶档次不太一样，我从另外一条开拓另外一个战场。这含金量真的太高，我大概自己也要听个10遍记住短链革命，交期快，我在很多课程都谈这个。CEO班我讲的最多次，国内4个钟头到货，国际1天到货，天下就是你的。这个跟什么品牌知名度高不高档一点关系都没有。第2个让利，其实讲起来让利好像我们很少，错，彼此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但是跟大品牌比那个价格就下来。那他去卖大品牌得到比较少，因为大品牌一定会压榨他们。像苹果卖100块，你知道鸿海富士康拿多少？7块7毛8，经销商拿多少？10块。苹果100块，52块苹果拿走，这就是大品牌在操作的嘛。那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卖它的70%，然后让利给经销商40%，你说他卖谁的？他当然卖我们的。而且很有趣啊，因为我从现场实战出身的，那一些经销商消费者来一定会问说怎么样的，经销商会这样推这个是知名度很高了，不过很贵啊，这个跟它一样，而且性能还比它好，价格只有它的8成7成，你应该买这个。很多消费者是听销售人的话，只有那种迷信品牌的才会去了。现在苹果机也慢慢有很多人转向了，就是这个道理。那如果我今天是比如说我并购一个别的企业，它做品牌比较厉害的，那我这边是制造端嘛，制造思维跟这个品牌思维难免会有一些不一样，彼此可能会有一些冲撞。所以就您的建议啊，如果说遇到这种比如说双方的企业文化、组织架构甚至是用人策略都不太一样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帮助两边的同仁彼此可以互相的协调吗？就是让他们可以彼此接受。因为做品牌的通常也不是很懂制造代工的思维，制造代工的思维他也不理解品牌的人到底在做什么，就是这个鸿沟要怎么样去帮他们做融合呢？我自己的操盘或者是我的辅导或者我上课的教都强调这一句话，你想要从 OEM 要转到这一个自有品牌 OBM， 你不能够用同一个销售团队，然后成立另外一个团队或成立另外一个公司，就品牌的公司，然后同样丢 OEM 单给原来的工厂，等于是这个品牌丢单子给代工，对，就是有一点用 BU 的概念做这个事情，对，就风险管理概念了。所以我在课程上很多的分享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其实都彼此有相关，所以我主张 BU 制，主张集团经营化，对不对？集团经营化的话，各个 BU 彼此可以做生意啊。我是品牌商，我丢给你生产啊，对不对？那你生产你本来也说帮人家在代工啊，那我丢给你代工比你帮他代工多10块钱，你一定会喜欢，这样懂吗？那我来卖的时候我利润没有抓那么高，所以我的末端价格一定会比大品牌便宜，可是我的性能功能跟 performance 都比大品牌好，消费者一定选。刚开始他不清楚陌生，没多久就一定选。就像是你刚刚在提问问题时候所提到的，全世界的运动衣都谁在做？那一些快速的排汗而且清爽的都是台湾在做啊，台湾的材料，可是代工就变成世界的品牌。
现在其实都是台湾的。全世界足球大赛，所有的队伍穿的衣服都台湾做的，台湾不能去比赛，因为没有这个代表权，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嘛。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就回到管理面？会不会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种比较行销创意类型的，它就不可能是那种什么几班制轮班，然后那种这种制造业的管理方法。可是制造业你也不可能用这种行销产业的管理方法，所以在制度上面要怎么去？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很好啊 ，BU 制是最好的。我为什么要去倡导分权管理？ BU 制是最好解决企业变成大型化之后彼此之间的这个协调的困扰，那变成每一个 BU 彼此之间可以做生意，对不对？那当总部可以来做整合，这是必要的。这个就是可以化解那种差异化存在，你要把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格格不入就很麻烦。那跟拆开来啊，连上班地方都不一定会一样。所以你反而会建议我是不是直接就是用公司的概念，而不是部门的概念？因为如果是部门的概念的话，我用的还是同一套管理模式。正确，公司的概念，直接要用公司的概念。我去倡导内部创业制就这样啊。登记一堆的公司，每一个门店柜或每一个分公司，每一个营业单位都是一个公司，那主持的就是那个公司的负责人，那我总部跟他投资，那我这样一来，我总部又是占到大股，对不对？可以做合并报表，业绩全部都并到我这边来啊。所以这一整串就连起来了。所以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就是第一个，如果我今天要走品牌的时候， BU 的概念要先放进来，然后再思考我要怎么去所谓的做品牌。好，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听众好好的来听一下，然后也是把教授一直告诉我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架构方法整个都串起来。我觉得今天是非常高含金量的一集，我觉得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所以从做代工绝对不会只是做代工这件事情，接下来就如您说的，我们就是要往品牌这个方向去发展，只是说这个路径我要怎么走，你就有不同的选择。那也承蒙您经常提醒大家的，我们是要从 C to B， 不要再是只是接单，所以 C 就是从这个品牌的思维回到我公司到底要做什么产品来服务我的客户。那今天非常谢谢教授来跟我们做这么精辟的分享。那联盛也会在大家转型的路上来协助大家我们有 CEO 班来培养企业主还有高阶主管您的经营上面的这个思维，还有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未来的趋势。那我们在主管认证培训班里面也来精进每一个主管该要有的管理能力，以及全方位专案，我们来加强整体团队的职能强化。所有的课程还有讲座资讯我们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今天谢谢教授。谢谢，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跟收看。最近这几集呢，我相信会带给大家很多这个解惑或者新的冲击。那更感谢 Claire 在整个内容的设计上头很顺畅的，也很精简扼要的把大家所想要知道的整理出来。那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还是一样拜托大家，鼓励大家多帮我们推荐。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经营难不错的话，就推荐，我敢断言一定是不错的啦。所以这是鼓励大家，因为听看这个节目是不用花钱嘛，对，又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不过还是要来上正课啦，因为正课会讲一些基本原则的东西，而不是像这样听一段就头动一头脚动一脚。最后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再会，谢谢。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们互动哦。